网友在森林遇到了打呼噜的野生大熊猫，并拍下了这一段视频。果然，国宝都是吃货，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干饭，躺着就吃起了竹叶。这名网友胆子也够大的，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子还拍视频。要是我，早就撒腿跑了。大熊猫虽然可爱，但它也是熊呀。好在它对荤菜不感兴趣。吃完自助餐后，就在原地休息了一番，看着菜园子中的两脚兽，它也没有伤害，而是好奇地打量着对方。这四川野生大熊猫骨子里好像对人类都很和谐。前段时间，两名男子也在竹林遇到了野生大熊猫，还和它进行了唠嗑呢。小猫，这是大猫，大猫，好大的一个猫。哈哈，这男子和大熊猫的无障碍交流，感觉好逗呀。我们回到刚刚的视频，他观察一会两脚兽后，好像又犯困了起来。野生大熊猫还是比较自律的，为了防止犯困，还出去溜达了一圈。而拍摄者看到大熊猫并不会伤害自己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进行了一段跟拍，翻过山，跨过河，又来到了一个小树林。在一棵树前，他停了下来，并用熊猫自身的习性在树上留下的自己的味道。他应该到了发情期，正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异性呢。帮熊傍地走，谁让谁是狗。眼前卡门的这两货就是香果和春生，不了解他们的还以为他们有多恩爱，连出门都要一起。其实呀，这两家伙就是个欢喜冤家，从小打到大，从成都打到杭州。去杭州时，奶妈千叮咛万嘱咐，春生去了杭州不要打妹妹，在外面两熊要相亲相爱。结果到杭州的春师傅只记得相亲相爱，该打妹妹还是要打妹妹。两熊凭借实力干架就登上过热搜，因此香果还成功喜提了单肩。除此之外，两熊在杭州上班的第一天就创造了香椿卡门这个经典名场面。明明只有两只熊猫，硬生生整出了早晚高峰期，这门卡的绝了。结果春师傅凭借男熊的优势，率先挤了出来。本以为上班卡门是个意外，结果下班时这两个家伙又卡门了。Oh my god， 真是两个欢喜冤家，真怕门被他们给挤坏了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，结果还是春师傅技高一筹，他又挤了出来。哎，本该是上天安排的姻缘，春师傅你这么弄，我都有点替你担心呀。同时，两熊可谓喜好相同，看到奶爸从窗户中露出脑袋，两熊还争着和奶爸打招呼呢，简直和吃瓜群众一个样。以前春生为了下班还会爬窗户，这个小小的窗户，我都好怕春师傅将它弄坏。两兄妹卡门就算了，别整出个卡窗的大新闻哦。别看有时两熊也恩恩爱爱，该打的架还得打，该卡的门还得卡，这就是春师傅和香椿一对熊界欢喜冤家。见过这样越狱的大熊猫吗？这只大熊猫太牛了，为了越狱直接拆掉一扇门，最后还成功越狱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只大熊猫发现自己房间的门有点不对劲，用手扒拉一番后，发现很薄，而且还扒得动。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的脑海中响起，那就是越狱。说干就干，直接用双手就将这扇门给折弯了。根据老衲多年的经验来看，这扇门好像就是一张铁皮呀，也不要小看它弱不禁风，换做老衲这么扒拉的话，根本弄不弯。所以大熊猫虽然可爱，它们毕竟是熊不是猫，大家在野外见到它们一定要注意。这只大熊猫发现，只要自己不用力，这扇门就会自动归位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万万没想到，他把铁门压弯的同时，还将自己身体压了上去。就这样，在他脚离地的一瞬间，他被铁门的弹性给弹了出去。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发现后，防止他再次越狱。第二天就来给房间进行装修，不仅把铁门搬走了，就连室内所有东西都搬走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房间已经大变样，当初的铁门已经变得厚实。不死心的他爬到门上，看着四周，准备寻找下一个越狱机会。然而并不理想，内场不行，那就到外场寻找机会。来到外场后，他很轻易的就爬上了铁窗。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铁饭碗比较难烤，然后又放弃了越狱。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变个魔术。
万万没想到，大熊猫也会变魔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南花花被萌兰二分天下的情况下，灵岩靠着整活硬生生杀了出来，成为了2024年大熊猫的顶流。胖大海见状，是时候出招了。怎么着，这熊界的江湖也要有我胖大海的一份。这次胖大海不再是只顾着玩胖头鱼，而是走上了变魔术之路。各位姨们请看好，我手里是一个空笼子，我手一抓就能抓出来一个东西。随着胖大海抓出一个嫩笋，现场一片惊呼。之前大家常说有胖大海的地方就有一个鸡笼，现如今我才知道，胖大海那是在下一盘大棋，就是寻找合适的鸡笼来表演魔术。这第一次尝试，效果还行，希望胖大海继续发扬光大，从而成为熊界薛之谦，然后一炮而红。还没等到胖大海的第二个魔术，他就敲门要奶爸加餐了。奶爸一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把门给打开了。然后胖大海又吃上了美味的嫩笋。大海要不少吃一点，留一点明天变魔术呢。结果嫩笋被他一扫而尽，变魔术的事也被他抛之脑后。吃完东西，一天劳累的他便躺在地上准备睡觉。这家伙还知道盖被子，他不会是在二哥那里偷学的吧？大海盖被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真是个讲究熊。睡吧睡吧，晚安。盘点大熊猫坑爹名场面。前不久，新顶流灵岩又玩出了新花样。寒冬腊月天，不仅炮兵全唱歌，还津津有味吃起洗澡水冰块卖惨。目睹这一切的奶爸在一旁瑟瑟发抖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今天气变暖，他不仅吃起了枯草，身旁的嫩竹更是被他放置一旁。先前他还坐在雪地里啃过木桩，边啃边叹气，这是铁了心的让奶爸背锅呀。隔壁的麦麦听闻后，心想坑爹这事他最在行，就和灵岩攀比了起来，不仅蜷缩在角落里，氛围直接拉满，而且还边吃鸡笼边哭泣。特么的，你们俩演技一个比一个牛，奶爸也是一点一点被你们送上热搜。而我们的阳光大男孩萌兰就比较聪明，选了个离游客最近的地方，啃着树枝，边啃边看游客的反应，仿佛在诉说奶爸是怎么不给他吃的。要不是看到他300多斤的大胖身体，真的就信了他的卖惨行为。萌兰卖惨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奶爸可能想哭的心都有了。看来得连夜联系黄脸奶爸取经，怎么才能不被记出刻板行为？而全网被骂的最惨的，当属小奇迹的奶爸。奶爸给小奇迹都喂了许多笋笋和胡萝卜，还拿来盆奶问他吃不吃。哪知道这小子不仅不理奶爸，转身就将杂草给嘴里炫，直接让奶爸在网上凉得透透的。而感同身受的还有这位天津段子手老冯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。大热天喜乐穿深貂，耍脾气不可回空调房，瞧给冯奶爸急得都喊他祖宗了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就在前几天，喜乐因为一天不见老冯不肯下班，寇师傅收他时，硬生生叫了2个小时都没收回去，都把寇师傅给急坏了。乐乐，回去吧，你是我姥爷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咱们的国宝真是把奶爸拿捏得死死的。而这只大熊猫就更牛了，差点让奶爸下跪。奶爸为了锻炼雪宝的后肢力量，吃小苹果时让他站立。雪宝为了不那么辛苦吃到食物，竟当场跪在了地上。奶爸一看，这怎么能行？这不是让自己死网上吗？奶爸恨不得当场也给雪宝磕一个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很贴的大熊猫呢？